是港股的华虹半导体啊，想看一看当前这一波华虹半导体的震荡上涨走势还有多大的空间。如果近期想要参与，需要等到什么样的一个调整的支撑才可以动手？那么我们带着以上几个问题展开本期的话题。大家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那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我们先说一个事情，因为目前约稿的标的越来越多，为了优化服务，快速完成这个视频的制作，后期更多的品种我们会第一时间在社群更新， B 站将逐步减少充电128和会员约稿视频的上传，因此大家充电后要及时的加 QQ 约稿，以及来了解福利和权益。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本期视频我们要说的是港股的华虹半导体啊，是来自于咱们的一位粉丝约稿。其实这支票应该说是在4月23号的时候我们当时提示过，但是我们当时是提示的风险，因为整体的反弹当时是处在这样一个位置啊，4月23号大概是在38港币左右。那在我们的风险提示之后呢，行情也确实是如期回落，从38一口气跌到了29，跌到29。那之后是因为没有这个会员或者是粉丝约稿，所以我们后期也没有太多的一个关注。那么最近又有朋友来说这支票，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讨论一下。那首先我们还是要先说一下前期的下跌的这波走势。下跌走势最高是 64.65， 跌到了相对的低位是位于相对低位是位于 13.80。 整体走势是一个五波的引导或者是终结。那么这里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五浪推动的一个形态。既然这里出现了一个向下的五波推动形态，那么意味着当前这一处的反弹，它应该是一个，刚才说了是一个反弹的性质，它不是一个反转的性质。因为就算后期想要再次上涨，那么至少也是要等此处一个宽幅震荡走势结束之后，才有可能展开新一轮的上行走势。因为按照调整浪的规则，那么此处必须是要完成一个535的锯齿。所以当前的下跌第一波走势那么它是一个调整浪的第一波这应该是个大 A。 那么目前从 13.80 向上的话，就是处于这个大 B 浪的反弹当中。那么我们现在重点要研究的就是这波 B 浪反弹的一个内部结构性质。其实从整体的反弹幅度来说的话，它已经触及到了 0.618 的位置，也就是45的这个位置，所以它的幅度上是满足要求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它内部的这个子浪的结构是否完整是否完整。那现在对于它内部子浪结构向上的反弹有两种预期。第一种预期，它是在走一个双重三浪 WXY。 那如果按照这种预期来看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就要划分一下黄金分割，划分一下波浪尺，来对比一下这个 W 浪和 Y 浪的一个比例关系。那可以看到向上的这个整体目标，如果是按照1:1的规则的话，那大致是位于 50.40 这是压力目标。那从这一波上涨最高点46来说的话，那距离上方也大致也只剩下4块钱的一个空间，整体的空间幅度不是特别大。这是目前我们判断的第一种预期。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第二种预期。第二种预期是它这个反弹结构，它在走一个535的锯齿向上反弹的535锯齿，起手走了一个引导楔形，在这儿结束然后回撤，然后向上走第二轮的这个 C 浪五波，这是第二种预期。如果按照第二种预期的话，那么我们同样要借助一下波浪尺来测算一下 AC 的一个比例关系。那后期整体上涨的目标大致是能看到这个，同样是先看这样一个位置，是位于 55.50。 如果按照第二种预期来看的话，那此次反弹上涨还存在一定空间大致有11块钱的这样一个空间。同时呢，从这个最后的这个小级别的子浪结构来看的话，它也没有运行完毕。因为如果前期这里的是一个 B 浪的整体反弹走势的话，那么这一阶段它应该是 B 浪 A。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B 浪 A 它刚才说了，它是在走一个引导引导楔形，是一个五波形态。那中途的这个回撤它就是一个 B 浪 B。 那么目前第二波的上涨它就是一个 B 浪 C 的结构。那按照 B 浪 C 的结构往上看的话，上方还是有一定空间。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从内部结构来看， B 浪 C 的内部只完成了子浪1、2、3，还缺少一个4和5，这样只有按照这样的划分方式，上方的反弹空间才能稍微大一些，接下来我们调整到日线图看一下。
那如果按照日线图来看的话，刚才我们说了啊，现在目前处于这个 B 浪 C 的结构当中，那其内部子浪结构可以继续划分子浪1、子浪2，目前处于一个子浪3，后期还会有一个子浪4以及上涨的一个子浪5，来完成一个最终的这个 B 浪 C 的全部结构。那对于近期来看的话，唯一具备的这个机会就是等这个子浪4调整之后做这个子浪5。那现在我们假设最近的这波上涨子浪3，它可能是在50附近结束，后期我们只要拉出这个子浪3的相对高低点，通过黄金分割，那么我们就能看到下方最近的支撑这个支撑位置，也就是位于42附近日线支撑。也就是说，后期等待这个子浪4回撤到42附近，如果出现底分型十字星的话，那么我们是可以适量的去参与一下这次反弹的最后一个小波段行情B 浪 C 杠5，因为整体来看的话，大致可能会有20%到25%的上涨空间。那如果在这个位置选择进场的话，那么相对来说下方的防守，那么我们重点要关注的是50%的这样一个位置这就是多空分水岭多空分水岭 39.40， 也可以认为它是多空节点，因为一旦跌破这个点位，可能按周线级别的结构划分的话，它就会按照第一种预期在运行了第一种预期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是在走一个双重三浪的一个结构，所以说它近期它不能回撤，如果跌破 39.40 这个位置，那就说明是按照第一种预期的双重三浪 WXY， 它这个反弹已经结束了。通过以上我们两种结构的划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目前唯一支撑当下做多或者看涨，后面还有一个小波段的，只有这个 B 浪内部呈现一个535的锯齿才有机会。所以后期大家重点关注这个42这个线的位置，如果这个位置如期出现日线底分型十字星，可以选择少量仓位去参与，但是也不要把上方的目标看得过远，因为整体来说从 13.80 涨到目前这个点位，它其实整体的幅度它已经是满足了要求了。至于后期能否走得更远，还是要看结构完整不完整。如果按照第二种预期535的结构来看，那上方还有些许空间。如果按照第一种双重三浪来看的话，那其实上方只要突破了这个所谓的上一次反弹的高点，那其实在上方的这个任意一个位置都有提前结束的可能。好，本期咱们关于这个港股华虹半导体的整体结构分析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